这里是非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，直到今天，该地区仍然面临严重的童工问题。虽然各国法律中都不允许雇佣童工，尤其是对于危害儿童健康、安全或道德的工作，由于法律执行不力、监管不足以及贫困和教育资源缺乏等因素，童工问题在非洲很多地区仍然屡禁不止。他们主要集中在农业、采矿、小型作坊或工厂。您现在看到的是当地一个家具制作工厂内的繁忙景象，在这里工作的全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儿童，平均年纪9岁。眼前这个只有5岁的小朋友甚至找不到他的工具。穿蓝色衣服的成年男子是这里的管理者，他负责监督和指导工厂内的100余名儿童。管理者声称这些孩子都已上学，只是利用假期来此学习额外技能。虽然他一直试图引导孩子们回答记者的问题，但通过这些儿童的只言片语和稚嫩手掌上的老茧，都表明事情并非管理者所说的那么简单。这里的孩子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，非常辛苦，而下班后他们用餐的场景就像是被圈养的动物一般。居住环境灰暗潮湿，连照明的灯具都没有。简陋的大通铺如同监狱，被挤得满满当当。在这个国家，成年人的世界更是充满无限艰辛。从事偏远乡村运输的司机需要面对极具挑战性的交通环境，每次旅程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摆脱困局。这些司机犹如一群勇敢的冒险者，驾驶着各种行将报废的车辆，穿越雨季中泥泞而危险的道路，一次次挑战着不可能完成的旅行线路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边缘纪录片。本期艰难旅程带大家深入西非海岸国家几内亚共和国。作为穆斯林国家，几内亚的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娶4个老婆，并且第4个老婆可以随便换，这是伊斯兰教教规所允许的。该国目前总人口约1500万，全国约85%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，国土面积约为24万平方公里，与英国大小相当。几内亚的3色国旗中，红色象征烈士的鲜血，黄色象征财富的黄金，绿色象征丰富的植物。跟其他混乱落后的非洲国家一样，几内亚工业基础薄弱，粮食不能自给，多年的内战导致交通基础设施被损毁严重。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司机需要应对恶劣的道路状况，另外车辆频繁的故障和交通拥堵造成的延误，都使得数百公里的运输任务抵达时间变得不可预知。因为运输困难，特别是在偏远地区，很多生活必需品难以顺利送达，导致物价极高。以上种种因素都限制了运输从业者们的收入。货运司机阿里桑的2手卡车是借高利贷买来的，由于车辆老旧故障频繁，所以他的收入很低。旅行途中的阿里桑刚好路过自己居住的小镇，利用等客和装车的间隙，久未归家的他决定回去一趟与家人小聚。刚一到家，他就收到了8个孩子和2个老婆们的热烈欢迎。小老婆为他准备的食物虽然简单朴素，但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有任务在身的阿里桑不会在家过多停留。大老婆对此了然于心，她向阿里桑索要生活费。但几个月前，阿里桑在运输途中遭到抢劫，几年的积蓄被掠夺一空，眼下他连归还贷款都很难支撑。阿里桑翻遍2个裤兜，再也找不到更多的几内亚法郎。大老婆对他上缴的这点生活费颇为不满，但阿里桑已倾其所有，其乐融融的家庭聚餐不欢而散。由于几内亚道路的不畅通和部分地区的治安问题，使得司机们的工作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性。面临种种困境，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，因为这份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，也是维持社会经济运转的重要保障力量。每当提到几内亚，可能有些朋友会联想到几内亚比绍，或是赤道几内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。其实它们属于4个不同的国家，相同的是它们都属于沿海国家。这4个国家有3个都位于非洲，而巴布亚新几内亚则位于大洋洲，它们相距上万公里。几内亚这个词在柏柏尔语中的意思是黑色的或者黑人居住的土地。几内亚的国名来源也很简单，欧洲殖民者来到了这里后，看到这里全都是黑人，所以就直接称呼其为几内亚。这4个国名中带有几内亚的国家，它们名称的由来可以说和欧洲殖民者有直接关系。几内亚一词也成为了殖民地的代名词。
如果没有曾经被殖民的历史，他们应该不会是现在的名称。毕竟当地人民对自己的土地都有自己的称呼。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几内亚共和国，简称几内亚，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法语殖民地。但畸形的经济体系和贪污腐败以及政局动荡等混乱因素，导致该国在获得独立后的几十年并未走出贫穷和落后的困境。与那些因资源贫瘠匮乏而导致贫穷落后的国家不同，几内亚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和矿业，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，有地质奇迹之称。该国沿海地区被认为是潜在的石油和天然气富集区域，国内水资源丰盈，河流众多，有西非水塔之称，水力发电潜力巨大。绵长的海岸线也使几内亚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，广袤的森林覆盖面积为木材、橡胶、棕榈油等森林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可观的资源。另外，几内亚还拥有十分丰富的其他基础矿产资源，是世界上已探明的铝土矿储量最大的国家，占了全球的1/3以上，是世界第2大铝土矿生产国。此外，它还拥有丰富的钻石、黄金以及大量的优质铁矿石储备。可以说，几内亚是一个坐在矿山上的国家。和所有的非洲国家一样，这些钱并没有落在普通人的手里，大部分都被官员和财阀们联手瓜分。底层民众不管怎样辛苦工作，都无法获得足够的钱财养活家人。在如此时局下，动乱自然而然的就爆发了。政变这种事，放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算得上是一件大事，可在几内亚，这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。在它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政变，可以说绝大部分总统都是靠政变上台的。他们登上宝座之后，首先就是忙着巩固政权。对于国家建设方面，现在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起色。作为一个多元化和多民族的国家，几内亚不仅有民族矛盾，还有派系矛盾，政局长期不稳，整个国家一直处在较混乱的状态。因此，即便自然资源丰富，经济也始终发展不起来，整个国家一贫如洗。几内亚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侵略、殖民、剥削和反抗的悲剧。因为贫穷，几内亚面临着严重的卫生医疗问题。该国也是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核心。只要你听过的疾病，在这里几乎都能见到，比如艾滋病、疟疾、急性呼吸道感染等。卫生医疗部门和国际组织一直在努力改善卫生基础设施，但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存在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。疾病预防也是该国卫生系统关注的重点领域。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药房内，药剂师皮埃尔正和助手打包一批珍贵的疫苗。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在24小时的时间内，将疫苗送往680公里外的基西杜谷。由于缺少冷藏车和保温箱，他们在装有疫苗的纸盒内放置了一些冰块。雨季的几内亚潮湿闷热，冰块并不能坚持太久。灭活疫苗在常温下只能保存数小时，所以他们必须分秒必争。为节省时间，药房助手选择搭乘出租车前往首都的长途车站。作为港口城市，科纳克里的交通繁忙拥挤。雨季的几内亚暴雨连绵，首都交通陷入瘫痪。司机们依靠着彼此的宽容和默契，勉强地进行着交错穿行。在这个混乱的环境里，一些精明的流动小商贩看到了商机。他们冒着雨水穿梭在拥堵的车流中，向司机和乘客们兜售各种商品。进出科纳克里自治港口的各种重型卡车需要横穿整个市区，这也是加剧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。从药房到长途车站平时只需要1个小时的车程，但由于堵车，药房助手最终用了6小时才抵达车站。他把珍贵的疫苗交给了丛林出租车车主阿巴斯，并详细介绍了疫苗的状况和注意事项，要求他必须在24小时内送达。由于疫苗使用纸盒包装，再加之拥挤和路途颠簸，所以极易破损。它被特意安放在了副驾驶的座位下面。药房助手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这批疫苗将由丛林出租车护送到目的地。在几内亚的长途车站，由于车厢内拥挤，乘客行李一般都会被捆扎在车顶位置。旅途漫长，为了使他们不会轻易跌落，这里催生出专为乘客捆扎行李的职业。一般只需花费2-3元就能享受到从搬运到捆扎一条龙服务。长途旅行乘客的行李往往较多，合理的捆扎不但可以节省空间，也能让行李变得牢固。
所以这个行业受到司机和乘客们的欢迎。车主阿巴斯需要在发车前招揽到足够的乘客，并为乘客的需求提供帮助和协调。这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说，她的婆婆去世了，她需要尽快赶回家，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车费。她说会在抵达后让其丈夫帮忙支付10欧元车费。司机对这位女乘客的处境表示同情，并同意她抵达后再支付。而另外一名后道的乘客，由于在农场工作时手被机器割伤，为了避免在拥挤的车厢内碰到伤口，他要求司机给他找一个靠窗的位置，但车窗位置已经被这位戴帽子的乘客给预定了。起初他并不愿意换到其他座位，不过得知是因为有人受伤，活动不方便后，帽子小哥爽快答应换座并欣然上车。最终这辆整座7人的出租车上搭载了9名大人和2个婴儿，再加上2位司机，这辆车今天的旅程将搭载13个人。阿巴斯对他这辆已有22年车龄的出租车感到自豪和满意。他说刚买到这辆车的时候，行驶里程仅45万公里，并向记者展示发动机状况，他保养得很好。安顿好乘客和货物，阿巴斯开始启程。运送的疫苗在来车站的路上由于堵车耽误了6小时，在车站又等待了2个小时。此刻药箱内的冰块已经开始融化，如果出租车在16小时内不能把疫苗运送到基西杜谷，那么它就可能会失效，司机将赚不到任何报酬，并要做出赔偿。通往基西杜谷680公里的国道因缺少维护，路况很差，很多司机为赶时间会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，所以这条运输线事故频发。几内亚森林资源局西非首位，该国1/4的地区被森林覆盖。复杂的地形和充沛的雨水，加之薄弱的基建能力和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等因素，导致几内亚交通基础设施持续恶化。很多偏远地区居民的出行完全依靠当地人自力更生。在几内亚的科尼亚部落，82岁的土著医生布巴每天来往于山间雨林，依靠采摘药用植物为生。他会把药材出售给耸立在悬崖之上的波尔村的村民。